中国大陆的石油，它早就有做好一些，也有存量，它是多元的，去寻找这个来源哦。说实话，你委内瑞拉，你又即使石油没有办法取得，我认为它会取得，因为委内瑞拉有欠他的钱。那美国就说，那你买，但是我不能用以前的价钱给你，我要卖贵一点给你了。那大家中国大陆只能接受。而且说实话，我就是没有办法买委内瑞拉，没有办法买你这个伊朗的石油。它很简单，它就增加对俄国的采购。但是你美国说你不准买俄国的石油，那中国大陆告诉他，你可以叫印度停止就停止。你知道印度这2天又加强跟俄国要采购这个石油跟天然气。3月底4月初即将要登场的这个川习会哈，因为根据《华尔街日报》最新的报道说，美国总统川普呢3月底预计没有任何意外的话，就会到北京去访问。那美国财长 Bessent 呢，在这个时候呢，也考虑在川普出访前对中方提出一个要求，希望中方降低向美国的敌对国家，比如刚才提到的俄罗斯这些国家呢，来购买原油这样的一个建议啊。但是中间会不会有交换条件？比如跟我们息息相关的台海议题，会不会在中间有一些交易的筹码？那《华尔街日报》也透露呢 ，Bessent 最近他就私下咨询了多位前官员、企业高层，还有政策分析师，希望中方趁着这个时候，就是中东发生战事，那就改买美国的原油跟天然气。另外呢 ，Bessent 也考虑要求中方降低对伊朗的原油进口。不过同一篇报道中也指出，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可能向美国施压，要求美国呢在反对台独上采取更积极的立场。所以3月底即将要登场的这个习川会中方跟美方双方各自的盘算，请教委员。我先补充一句，讲了伊朗战争，我的意思不是这个战争打2个礼拜后就会结束，然后伊朗就投降，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战争会从这个所谓的战争就冲突 confrontation， 这个 conflict 会变成 confrontation， 而且是长程的僵持。僵持中呢，偶尔也会有一些飞弹，也有无人机，有一些轰炸，但是主要的战争，我认为就是过去，就是那种大规模对。最重要是因为美国你也没有能力去占领伊朗，你连地面战你也不敢打。如果敢打，你干嘛找库德族？没错，自己能打架还能够找人来帮手，他怕伤亡，对不对？那伊朗也没有办法让美国跟以色列停止这个战斗，所以这个会僵持，但基本上就大战过了。这里讲到这个川习会，我认为他们是一定会见，因为双方都有想要一些东西。但是你说他这个川普会不会在军售上面，对台湾的军售上面，然后呢，这个对习近平让步，而且做重大让步，说我本来要卖的，现在就不卖了？我觉得不会。他会把这个决定会推给国会，说国会已经通过了，我没有办法叫这个回头啊。那可能1、2项的军购，他就让延迟推后先过个一阵子，然后再给我们，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很大让步不会。不过这种所谓的这种领袖高峰会，他们的见面，基本就是一种交易嘛。这国与国之间通常就是一种交易 ，give and take， 我给你一些，那你要给我一些所以我觉得贝森特是讲得很清楚啦。因为他们最主要就是要的就是你多买我的石油嘛，你多买我的东西啊，买石油买天然气啊，现在反正那个荷姆兹海峡问题也很多啊，对，是不是？稀土你一定要卖给我啊，对不对？然后你还买我的大豆啊，这是玉米啊，这你都答应过，你现在就是要好好的兑现啊，就这样子。川普不会轻易低头，原因是他认为说我在委内瑞拉多漂亮，把人家总统都抓到美国要审判了，然后我在伊朗，你看我把伊朗都差不多都打挂了。所以他现在是志得意满、很猖狂的时候，他为什么对你大陆这个低头呢？不会。但习近平也有习近平的底线，他毕竟作为一个大国的领导人，他也不会随便说我好了，那我也同意，你就台湾问题就算了，我们也不要谈了。他还是会坚决、坚强的强调他对台湾的立场。是，那委员，那我请教您那您又怎么看？因为我们从去年看到现在最新的，就是委内瑞拉这个被美国攻击，美国这个把马杜罗给抓走以后，再来对伊朗跟以色列，就是他联手进行了这个军事行动。有分析也看到说，这2个都是从战略的角度来看的话，是断了中国大陆的能源供应这个部分。现在呢，又正好趁这个机会，叫中国大陆改买美国的原油，这背后的这种。其实我觉得，中国大陆的石油，它早就有做好一些，也有存量，它是多元的，去寻找这个来源
说实话，你委内瑞拉，你又即使石油没有办法取得，我认为他会取得，因为委内瑞拉有欠他的钱。好，那美国就说，那你买，但是我不能用以前的价钱给你，我要卖贵一点给你了。那大家中国大陆只能接受。而且说实话，我就是没有办法买委内瑞拉，没有办法买你这个伊朗的石油啊。它很简单，它就增加对俄国的采购。对啊，它还是有替代的。对呀，它有替代的。但是你美国说你不准买俄国的石油，那中国大陆告诉他，你可以叫印度停止就停止。你知道印度这2天又加强跟俄国要采购这个石油跟天然气，就这样子啊。就你不能让我不能活，而且我觉得伊朗的石油。荷姆兹海峡封锁也是美国很头痛的问题，因为经济如果出问题，他其中选举就会大败，他被大败，下个会期他就准备被弹劾，所以呢，我觉得他这个是他一个头痛的问题，但是我认为这个荷姆兹的这个问题迟早也会解决，现在不是说伊朗说，这个中国大陆的货船，它的石油。天然气的船经过我们不打就是了，对，所以它不会缺这个油了。选择性的管制哈。星岛日报也报道说，中国大陆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叫崔守军，他认为呢，中国大陆呢每天有超过500万桶的原油必须要经由荷姆兹海峡输入，占中国大陆每天原油进口总量的大约1/3。如果这个能源咽喉要道一旦断航的话，这个保险战争险的保费还会暴涨。还有呢，就是刚才陆老师有提到的绕行好望角增加的物流成本会推升全球的油价跟物价，恐怕也会冲击到中方的能源供给安全。所以他认为呢，油价的暴涨还可能会让中国大陆呢带来这个通膨，输入性的通膨，进而冲击到中国大陆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的毛利率啊。所以这次在发生了伊朗这个战事之后，大家在讨论那。谁是赢家，谁是输家？那其中被讨论到的，其中呢说中国大陆的损失可能也非常的惨重，但不只是中国大陆包括东亚的，现在日本、韩国还有台湾在内都无一幸免因为台湾至少就我们所知道的，仰赖中东所产的石油跟天然气的比例超过了60%但是替代解方无解嘛。我想就是还是那句老话，就是战争没有赢家啦，和平没有输家。那在战争的情况底下，我相信不会是单一国家受到伤害所以我相信就是除了中国大陆来讲，其他的国家应该也会受到这一波的这个石油波动受到影响。那中国大陆在这一段期间算是受石油影响比较大的原因，是因为委内瑞拉。现在被美国给控制住，然后再来就是现在伊朗这个战事，那伊朗有90%的石油是输给中国大陆，那这2个国家加起来占这个中国大陆输入的石油大概12%所以换句话说，在这2场这个冲突之中，其实中国大陆的确是在石油供应上面受到比较大的伤害。但是我想，对中国大陆来讲，它也不会就有火车要撞过来，它也不会傻站在那边被撞嘛。那我认为它有很大一张牌是来自于俄罗斯，因为俄罗斯受到这个欧洲的制裁、西方制裁之后，它石油根本卖不出去。但是中国跟俄罗斯之间是有油管的。那我认为，就是对中国短期来讲，因应的替代方案会是从俄罗斯输入更多的石油。那我认为它是有因应方案的那就除了中国大陆之外，东亚几个国家，因为他们这个石油的进口大概都经过这个北阿拉伯海，然后往东亚走，所以就必须要经过这个荷姆斯海峡。那我觉得这几个国家的结构有点不太一样就是日本虽然有90%的石油来自于这个区域，要通过荷姆兹海峡，但是日本的整个能源的供应上面有30%到35%它是干净能源，也就是说它对石油的依赖没有其他国家这么高。韩国有30%来自于核能，那它也不来自于石油，虽然它也是有90%从这边进口。那我们的状况比较特别，我们大部分的石油其实超过50%是来自于美国。然后我们的天然气超过40%来自于澳洲，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区域的这个敏感度相对低，但是我们在这个能源占比上面的这个干净能源只占12%到15%所以这3个国家相比之下，其实各有优劣啦。那中国大陆的这个干净能源现在也到25%，所以整体来讲，就是说大家都受影响，但是大家也都有这个相对应的一些这个结构上的不同。所以整体来讲，我认为如果这场战争可以在短期之内受到控制的话，
也许它在长期的通货膨胀或长期的石油的价格上面，可能不会有这么大的冲击。OK， 简单的问题啊，请老师简答就好了。您觉得会不会影响到说接下来，因为川普最近不是讲说4周啊，他们预估啊，因为大家想说这个时间点蛮接近这个3月底，川普要到中国大陆去访问，这个行程你觉得会有改变吗？对我现在看起来不太会有，因为最近中国两会的这个人大。就是人民大会的发言人已经说，就是希望这个美中元首可以见。那美国方面，白宫的官员也透露出，就是对台军售这个部分会稍微暂缓。那我觉得双方都在释出善意，看起来没有要变的意思。美国呢，在这个能源啊、石油方面，是不是有做好准备呢？因为这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跟这个美国原油期货价格呢。最新的数据显示，已经累计上涨了将近21%啊。而根据美国汽车协会 AAA 他们的统计呢，汽油已经平均上涨了27美分，到达每加仑3.25美元。路透也报道，美国正在考虑采取措施来应对。就是从石油期货市场的价格飙升看得出一些迹象。美方是盘算要透过金融市场，而不是实际的石油供应来影响能源的价格。那因为川普认为呢，军事行动优先于油价，所以最近看到他一派轻松、老神在在的感觉。能源金融界常常有一句话，就是 "Oil is priced on futures, not barrels"。OK， 所以。骆老师，你怎么看？就是美方现在因应这个油价短期波动，因为一定是会上涨的哈，他们的做法是从金融市场来着手。没错 ，The oil is priced on futures, not barrels。他的意思是说，这个石油的价格是看它的期货，不是看每一桶的那个油，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期货的价格会影响现货的价格。那现在既然期货涨了21%，那现货更是涨得更多，我刚刚讲，甚至到了28%、35%这样的程度。那美国现在就大家传出来，就川普已经要求这个财政部长 Bessent 说，你是不是可以放空这美国的这个石油的期货指数？因为这个从来政府没有去介入过这个期货指数，但是这的确是一个很强，因为 Bessent 大家知道，他是来自于美国这个对冲基金的这个重要的一个操盘。是。他这方面非常精明，所以 Bessent 已经说他这2天会提供一个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期货涨的时候，那这些手上有油的或者没有油的，他可以去放空这个期货，然后去买现货，或者是卖掉现货去买期货，在这中间套利的空间非常的大。那川普就想要用政府的角度去介入。去防止这个套利交易的持续发生，让现货的价格跟期货的价格能够趋于一致，所以他想要做这个目的。那当然，他可以比照上次2022年，他可以把第一 SPR 就战略的石油把它释出来，这也是一个方法。第二个，他可以去要求这些你玩期货的人，你的保证金我给你提高，我在监管的时候我来给卡你第三个，他想办法把荷姆兹海峡的问题给它解决，所以他有很多的工具可以采用。不一定会受到这个影响，但是他说放空期货这个指数的确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方案，因为从来没有这样。所以万一赔钱的话怎么办？前所未见哈。对，前所未见。万一川普能够做得出来，大量放空，而且大家知道，石油每一天的这个交易价格都上千亿啊。对。所以这个你要影响的，能够影响要放多少钱能够影响这个价格就不知道了。对，所以这次美国对于这个伊朗所采取的军事行动，不能单方面的只从军事层面或角度去思考这件事情因为他要去操纵或是影响金融市场的背后的盘算跟这个考量是什么，恐怕也是值得大家去深入思考的。伊朗被打已经超过1个礼拜了哈，那么看到了美国跟以色列呢，在2月28号这一天联手攻击伊朗，发动这场军事行动，那么超过1周了。现在看到川普有一个最新的发文，他呼吁伊朗的革命卫队，还有伊朗军，就是伊朗国防军呢，还有警察都放下武器，接受豁免，否则呢就必死无疑。也强调，除非伊朗无条件投降，否则就没有什么好谈的。但外界也关心一件事情，就是川普或是美国会不会对于伊朗的战事太过于乐观了？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o 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已经要求国防部要加派军事情报官进驻在中央司令部，那么在佛罗里达州坦帕的总部以因应未来至少在100天以内支援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但时间也可能会持续到9月为止。而伊朗外长阿拉奇呢，在接受全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也表示，
他的了解是呢，俄罗斯跟中国大陆正在政治与其他方面支持德黑兰，但是阿拉奇拒绝透露这当中就是这个支持啊，是不是有涉及到军事合作？所以现在大家都在看一件事情啊，就是这个仗到底会打多久啊？因为拖越久，其实对美国或者是以色列呢，或甚至是全球都不利啊。但是打多久，委员觉得会取决于哪些这个变数跟关键因素？那最主要就是说，你伊朗还有多少的飞弹，还有多少的无人机可以打？到目前为止，他大概打掉了600枚的弹道飞弹，好，这还要加上这个以色列所强调了，在美伊的一开始的轰炸已经摧毁了他一半的弹道飞弹。如果是这样2000枚，如果一半的话，就剩下1000枚，1000枚再减600，就剩下400枚。那再跟你讲多一点好了，就可能到达800枚。可是真正的高潮，我认为是过去了。这个战争大概就是1个礼拜到2个礼拜，最多2个礼拜，大概是重要的那个想打的战争的这些资源，大家都消耗了。我说对伊朗来讲，因为你伊朗没有制空权，整个的你的空中是被人家看光光了，从上面看下来，人造卫星。然后这个高空侦察机，还有在低空的这个无人机这样的侦察，所以你有什么而且最主要是情报。你想想看，他们的人在聚会，为什么一口气把49人全部杀掉？这是情报。情报有的是因为你内部有布置内奸啊。第二个就是整个的监听，以色列跟美国做得非常成功。所以你整个动向被人家掌握，我就看到最近有个动态，就是它很多的无人机跟飞弹是放在地下碉堡里面。美国跟以色列就攻击碉堡的口，所以你等于你的出不来，弹道飞弹根本出不来，你有无人机也出不来。他有时候用那种重磅的那个炸弹，钻地的那个炸弹，就从上面往下丢，你的飞机、你的飞弹在里面本身就被摧毁哦。对，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其实啊，战争是数尸体。讲很难听的话，你伊朗今天对美国，你杀死美军多少人？6个人，6个人，你打了1个礼拜，发射了600枚的飞弹，1500架的无人机，你杀死美军是6枚。虽然你有摧毁了一些很重要的设施，譬如说阿联跟约旦的这个所谓的THAAD， 就是那个萨德飞弹的这个雷达，你也摧毁了卡达的长城预警雷达，像我们乐山的长城预警雷达这都很重要设备。可是最重要，你没有杀到人。以色列到目前为止死亡10个人，大概全部都是平民。所以也就是说，你捕捉不到对方的这样的一个战斗部队的主力，你捕捉不到。对美国来讲，这个战争要怎么样，美国就打不下去。就是你很短的时间让美军死亡，一天几十个人。1个礼拜下来，几百个美军死亡。我跟你讲，这个战争很快就打不下去。那委员，那你怎么看？因为最近这2天不是也有在讨论说，伊朗他们现在推出一个去中心化的这种指挥体系，就是各自为政。简单来讲就是这样。他们的外长讲得很好，他用一个字叫 decentralized mosaic， 这个 defense 马赛克式。他像马赛克要把它整个分布在外面去。问题就是我刚刚讲了，美国跟以色列要打你以前也准备了很久，他也把你看得光光了。你是有台湾的45倍这么大，伊朗，可是你的东西放在哪里？基本上美国是有掌握，以色列是有掌握。这问题在这里。第二个，美国跟以色列拦截的飞弹能力真的是很强。以色列大概到达拦截率大概90%，其他的海湾的其他国家的拦截率大概也有差不多85%左右。所以你这样的拦截的能力啊，你即使还有飞弹，你即使还有无人机出来，可是真正你能够造成的破坏是少的。我们现在看到那个成果，譬如美军被你杀死6个人，然后你炸掉他们的什么萨达这个 THAAD 这个雷达啊，然后把它长城预警雷达破坏，那是前面2-3天的事情2-3天以后到现在为止。伊朗并没有造成美国或以色列重大的军事或是经济的伤害，并没有。你打掉一栋楼，你打掉一些住宅区，
其实那个东西不会影响战争的结果的。现在大家都在看是说这个战事会大概拖多久哈？当然现在从4天到川普讲说大概4周。那刚刚也提到说，美国这边国防部相关的军事情报呢，也会做好准备，说至少起码3个月哈。但现在当然这个说法不一。不过这次看到美国跟以色列对伊朗联手这个发动了攻击呢，也引发石油危机啊。现在除了影响到全球股市，当然也对能源的关切提高。可是川普本人不担心啊，他在接受路透社的独家访问的时候，他说一切结束的时候，油价会迅速下跌，如果要涨，那现在就让他们涨吧，啊，一副老神在在的样子。但市场呢不这么乐观啊，因为高盛就直言，如果荷姆兹海峡被封锁，就是运输受到阻碍的话，这个国际原油价格呢可能会突破每桶$100的价位。那如果冲突扩大到中东的产油国啊，这个原油价格更可能会超过每桶$120以上哈。所以骆总，您觉得哈，因为现在看到油价的上涨，那接下来就可能会造成全球的通膨啊，这部分的连带怎么观察？的确，现在大家是很担心这种能源短期的通膨，加上经济的低成长，因为经济低成长也受到关税的影响哦。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伊朗跟美国这场战争到底会不会延续？它的对经济上影响呢，完全取自于这个荷姆兹海峡。就这场战争能不能继续消耗下去，能不能打下去，这是第一个观察点。那第二个观察点，荷姆兹海峡到底会不会解放？因为它现在是被实质封锁。虽然刚刚委员有讲到说，伊朗没有制空权了，但是它海军呢也被美国打挂了11艘的这个船舰以上了。那因为现在有人说20艘，有人说11艘，这个还有待查证。但是他的海军想要封锁荷姆兹海峡，也是他的能力有限。但是他会用一些很特别的方法去破坏那些油轮经过荷姆兹海峡，所以很多油轮是不敢经过荷姆兹海峡，所以它变成实质封锁，是因为这样子。因为他曾经派一条小船去把一个油轮去油轮旁边去把它炸了一个小洞，那个油轮就不能行动。那这也是妨碍这个油轮不能经过，所以现在大家油轮都改走非洲的好望角，或者呢这个用空运的方式，对，但这样成本就会增加。是，所以大家认为说，如果荷姆兹海峡长期被封锁的话，那当然油价就会上涨，这是不变的。那川普这么有把握的原因，他可能认为，因为第一，我地面部队还没有进入；第二，我如果能掌握到荷姆兹海峡的话，我就可以没有这个油价上涨的问题。第三，美国还有其他的法宝。在俄乌战争的时候，美国有释出它的战略原油，也可以协调 OPEC 的国家产油国家增产，所以它有很多的方法可以采行。所以陆老师觉得短期的通膨疑虑在所难免。短期的通膨疑虑的确是有这个。OK， 对，因为你只要荷姆兹海峡被收，像这个礼拜我们的油价就国际原油上涨了将近这个25%，到35%，西德州原油上涨的更多，布兰特原油上涨了28%。所以都上涨的蛮多，那势必就引发下一波的这个通膨的这个疑虑。但这是短期的，长期的就完全取自于荷姆兹海峡有没有被实质封锁。我们看到了2月28号这一天呢，美国跟以色列联手出兵攻击了伊朗，到现在已经打了1个礼拜了。到底什么时候会落幕？现在还是众说纷纭。那中东的战火呢，也因为这场攻击行动持续延烧当中。美国原本预期呢是要进行一场快速的战争啊，它的剧本呢其实是斩首伊朗高层，然后空袭进行压制，导弹打击迅速拿到制空权，歼灭所有伊朗的海军，就是要摧毁所有伊朗的反击能力，让伊朗投降认输，回到谈判桌上。但有个问题是，美国或川普会不会太过理想了？目前在战场上的发展呢，显然没有这么简单。虽然美军方面是宣称，他们最近呢，根据数据显示啊，伊朗的飞弹反击发射量已经减少了80%以上。美国海军呢，也集成了30多艘的这个伊朗船舰，战场的优势正在扩大。但在另一边呢，也看到伊朗呢连续发动了几波的攻击，那明显的就是要来报复美国，特别瞄准了美军基地来打击啊，像是导弹击中卡达的铺路爪的雷达，那摧毁多地的美军雷达系统，还有呢，就是在中东第3套的萨德防空系统被伊朗给击毁。
无人机跟飞弹也袭击了美国跟以色列，总共有27处的基地。伊朗方面也宣称动用了卡德尔380这个导弹呢，击中了美国驱逐舰，但是这个消息呢被美方否认。那更关键的是，原本讲说打4天，到最后川普呢改口说4周，现在呢看的是更久哈，因为根据美国新闻网站 Politico 评估啊，至少要先有一个心理准备，可能会打100天，甚至可能会拖到9月。所以现在关键时间2个，一个是时间，另外一个就是武器弹药。那原本计划当中的这个美国认为的快速胜利啊，现在就是跟时间在赛跑。我们也来看一下川普，那他特别在最新的发文呢，他在他的 True Social 这个社群网站上面呢，他就说，除非伊朗无条件的投降，否则 no big deal 哦，不用谈了，那没有任何的 deal 可以跟他们谈。所以大使啊，这个美国我们知道他们向来都是速战速决，然后这次呢打伊朗是像快打旋风一样哈，就打了，就是希望能够在短时间完全瘫痪伊朗的反击战力啊。但是这几天听到美国一直在强调是，从飞弹的发射量，从他们所摧毁的这些军武的数量，都在讲的一件事情是伊朗快打不下去了。但真的是如此吗？你觉得？我觉得这个就参考一下好了。现在这个媒体的报道已经变成怎么样？以前是战争中的这个宣传机器了。那这个各方都是报喜不报忧。像以色列的话，它已经就封锁消息了。那美国的话，也基本上很多真正的战场情况下，那么基本上都对美国有利的消息了。对。那所以这个现在进入到这个阶段，就我们要靠我们自己的判断，对，自己的判断。那我觉得这场战争已经是一场会走上一个典型的战争的一个发展途径。它开始是用外交，然后有一方面觉得这个外交的这个工具不太管用，就把军事加起来，那就既外交又军事。然后既外交又军事的话，如果说在军事的手段那么好，外交手段、军事手段继续持续的话，那就外交手段会被完全放弃。有一方会宣示他要用展现这个战斗到底的时候，就不讲外交了。所以现在就是纯军事。那军事可能要在战场上来分一个较量出一个优劣出来了。对。那输的一方基本上。这个弱势一方，你要他完全放弃武器放下投降很困难，除非你把他的这个负责人抓到了，你把他首都占领了，那这个是我们这个一般的对战争了。那如果说军事一直在相持不下的话，那双方就会进行外交，跟军事两条腿共并进的，最后结束。所以现在我认为才进入到这个第3阶段。这就是军事较量的阶段。当然，这个时间只有短短7天了。对，从228开始嘛，到今天大概整个1个礼拜。是。那这个基本上的话，我觉得变化比较多的是川普。川普事实上从他表情的变化也非常大。对。那他本来说伊朗说已经要派人跟他们谈了，后来现在他说他不谈了。我觉得不是说他愿不愿意谈，而是伊朗有没有在回应他。而且伊朗也许不愿意谈了。伊朗已经讲得很清楚，我不谈了。对啊。就准备打了。所以就变成现在是纯军事阶段。那纯军事阶段以目前来讲的话，我们有一个错觉，就是美国是什么保留实力那我认为这个以这种打法的话，这一个阶段美军已经动了全力了。也就是2艘航母战斗群的力量加上以色列的这个力量，大概短短4天的时候，当时美国的国防部官员就出来了，我们攻击了2000个军事目标。你要叫2000个军事目标，那要花多少的这个出动多少架次的飞机？而且 Rubio 这个美国国务卿不是还在公开发表说 unleash chain 嘛？对，他用更大规模的武力来摧毁伊朗。更大规模，如果说还有真正就是说美国要更大武力的话，那我们就等着看。目前好像还没有看出来。所以大使，你觉得美国在这个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上，到目前为止是不是过于乐观了？
超出他们原先的预期。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我不是说美军怎么评估啊，因为现在就是美国是一个独裁体制，川普一个人的意志啊。我觉得川普事实上他有赌博的成分，他没有必胜，可他有赌博的成分，因为他所预期的事情都没有发生。第一个就变成把这个哈梅尼等48名伊朗的高层政军领袖衣锅端了以后，并没有发生伊朗的政府失灵或者崩溃瓦解，也没有发生伊朗人民大规模的这个起来推翻现政权然后迎接美国政府让川普一起来决定他们最高领袖是谁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对，所以这两个发展都没有出现的情况之下，那川普可能是寄望这2件事的话，那就变成就是说，那他是落空了。所以目前的发展似乎没有照着美国或者是川普的剧本在发展这个是不是超出了美方的预期呢 ？Ross， 你觉得？问题是，川普在最近几天他一直在改口啊。对，没错。所以他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其实我们目前都不知道。那感觉上是一种见招拆招，看到形势是怎么样，然后他立刻换另外一种说法。认真的说，至少有一个目标是很清楚，那就是要降低伊朗对周边的国家的危险。所以不管川普怎么说，不管他今天接受访问或在社区媒体这么写，对，然后明天有改口的话，但是至少有这个目标，所以即使这个神权政府继续执政的话，那美国的一个基本的目标要降低他们对周边国家，不管是波斯湾、阿拉伯国家，还有以色列的降低这个风险了。那的确是美军正在处理这个问题，所以即使结束之后，圣权政府还在的话，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他们的军事能力的确是会变比较弱。OK， 你讲到周边国家因为其实现在这几天大家也在看，就是说，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特别提到有2个非常重要的变数一个就是时间的压力，另外一个呢，当然就是弹药的库存时间压力上，其实不只是伊朗，特别是对美国是如此因为呢。如果这个战事呢一旦拖长的话，对于军费也好，还有包括油价、国际的压力呢，都会快速累积更重要的是，大家也知道，在11月，今年年底，美国有重要的其中选举所以从时间上面来看 ，Ross 觉得哪一个时间点，你觉得必须让川普决定赶快在这个时间以前要处理好或控制下这个局势？我觉得是在将来几个月了。我的意思是说，将来几个月，川普不会希望这些问题继续进入到夏天，因为夏天之后就是选举的关键时刻。那虽然通常美国选民在夏天不会 focus 在11月初的选举，所以通常我们都会认为选举的关键时刻就是在9月初才开始，就是投票日的倒数2个月。但是如果美军正在国外打仗的话，那当然美国选民会继续看这件事情，会关注这件事情。尤其是如果有美军伤亡的人数的话，那当然选民会很关心。而且拖下去，如果打得越久，那个伤亡可能的数字就会越有可能会增加。会增加，但是会增加多少？这个很难预测。但是只要正在打仗，那的确会有美军伤亡，这是事实，川普也知道。所以从政治的算盘来看，那当然川普会希望这次行动在几个月之内就会结束。那现在3月初3月中，那他应该是希望在2-3个月。我很难想象川普会希望这个战争会继续打到6-7月份。我觉得对川普来说是不希望，所以不能拖过6月，对不对？我觉得是这样。所以呢，那回到这个圣权政府这个问题，我要不要所谓的 regime change，
反政府的目标啊，我还是认为这个对川普来说不是第一个目标。如果有的话，是美国是很欢迎，但是会比如说会派地面部队来推翻政府，我觉得可能性不大。而且我认为川普是希望在6月初左右前就会结束。那如果这个目标没有达成的话，你觉得到时候川普会不会再用另外一个方式让自己有一个台阶下，就是直接又在讲，战略目标已经达成了，所以呢，我们现在交接给这个以色列继续的完成这个目标。当然，不管怎么样，川普会说目标都达成了，这个我们都可以预测了。不管当天情况是怎么样，不管比如说伊朗军方手上还有多少枚飞弹 ，OK， 还有多少架战机等等。不管这个胜权政府还在，那当然到时候川普会说我今天决定结束，我们目标都达成了，他一定会这样说。好，所以一个直接的问题，你简答就好了，就是现在的局面是不是美国或者是川普始料未及的？他没有预料到会演变成现在这个状况，是吗？我不会这么说。你不认为 ？OK， 因为不管川普接受访问或在社群媒体写什么，他当然知道打仗不是那么容易。好。但现在因为川普呢，大家这几天也在问到一件事情，就是美国会不会发动地面作战哈？但这个部分呢，你可以看到川普也是一样哈，他的说法就是一改再改。啊，先前说不排除，但是最近也说呢有点保留哈，说出兵是浪费时间，甚至呢他还放话说呢要扶持库德族的民兵对伊朗发动地面支援，但是现在也没有特别明显的回应。好，大西洋月刊呢就指出，伊朗战事正在暴露美国军事能力的衰退迹象啊，这代表美军战斗力不如以往。另一方面，也使美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孤立，包括传统上美国的盟国呢都表态不会参与。像西班牙，我们举其中一个，西班牙呢就是坚持不开放基地让美军来使用哈。所以回到一个简单的问题，纪文兄觉得为什么发动地面战会这么的困难，会让美军暴露在多大的风险下？我想，首先最明确就是这个美军2021年才从中东地区这个撤出伊拉克和阿富汗嘛，特别是阿富汗，然后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打了20年哦，美国人的这个消耗是非常非常的惊人，包括有人估计整个阿富汗20年占领时间2.26兆的美元的支出，而且那时候一些资料数据就是平均每个月花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经费是120亿美元。天哪，大动！这个对美国来讲，大量的国家资源的消耗哦。而且大家注意到，美国总共有军人投入阿富汗和伊拉克，大概是前后400万的这个军人。这些军人退伍以后，相关的包括有伤残，有可能战场的创伤，还各种福利后来的照顾。那2020年的时候，估计大概整个支出其实也很惊人，大概2兆美元左右，而且这笔费用随着时间拖越长会水涨船高。大概2050年的时候，这些上在的这个曾参战过的军人花费大概还要6.5兆美元。是，那这就明摆着这些用兵是非常昂贵，而且更重要的就是伊朗是一个大国，164万平方公里，那是台湾的大概，台湾才36000嘛，台湾的45倍，对，那这样的一个国家，再加上地形很复杂，有1/3是高山和沙漠，然后平原其实不多，也因此你美国要派多少军队介入，我单单就以另外一个国家做这个比较，像乌克兰45万平方公里，是台湾的大概16倍。那2025年的数据，俄军投入在乌克兰战场在70万人，试想164万这平方公里的这个伊朗，美国要投入多少地面部队？那美国的地面部队就2025年的数据，陆军大概45万，再加上后备部队和这个国民兵，大概还有40到50万之间。那陆战队大概16到17万。你要多少比重要用在这个伊朗这个地方？因此，就伊朗的整个国家地理状况、它的地形，还有你美国的能动用多少的军队，再加上刚才有讲到这个弹药问题，哇，这个对美国来讲，如果要打这样一个规模的地面战争，
我认为以他目前的准备时间是严重不够，因此这个我普遍认为是美国积极要避免这个部分，因此宁愿去收买库德人帮他打地面战争。我认为在理性的思维范围里面，他是不会派美军地面部队介入的，所以发动地面战的可能性是极低啊，极低。那这2天我看到了一个新闻，我进一步请教你啊，因为张金义啊这位现在常驻在中东的记者啊，他就提出了他的观点。那他说呢，这个美伊两国现在有传出说，为了要快点打趴伊朗，不排除考虑要动用战术性的核武啊，但是如果一旦动用的话，这个姿势体大，你怎么看？我认为战术性核武是不太可能，特别是这个俄乌战争打到这个份上，那俄国人也常常暗示，说我要不排除用战术核武，但打到现在，哪怕攻坚几个绞肉机般的战役，我们也可以看到俄国人其实没有动用战术核武，因为毕竟这是潘朵拉的魔盒没错，如果一旦打开，这个后来的战事升级远非你战前所想象和计划。因此，这个红线，我认为不只是俄国人，我想美国人、以色列人，他对于这个重要的红线也是不敢轻易碰触。现在中东局势，美国这次攻击伊朗呢，除了聚焦在空袭还有呢飞弹上的对抗之外啊，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就是在战场上的消耗战。我们刚刚从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告诉大家，时间跟弹药是一个2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哈。那当然不可否认的，美军非常的强大，他们具有压倒性的这些空军跟海军的优势。所以现在呢，伊朗所采取的对战方式啊也有改变，并不是硬碰硬，而是另外一种战争的模式啊，拖自觉，拖什么呢？拖时间，拖弹药，拖垮经济。这2天呢，在战场上呢出现3个明显的变化。第一个就是伊朗大量使用无人机跟低成本的飞弹；第二就是呢，攻击节奏变成了高频率、小规模，采取多点打击；第三呢，就是指挥体系采取去中心化的作战决策模式。而这套战略呢，其实是多年来伊朗所建立的马赛克防御体系啊。它的核心概念是指挥体系去中心化，让各个小单位可以自主作战，多点分散打击。换句话说，就是中央指挥系统如果一旦被打击，各个单位仍然可以独立作战跟反击啊，采取自己的作战策略。好，那这个马赛克防御还有包括像伊朗现在强调，在这一个礼拜我们看到，其实就是一种标准的不对称的作战模式哈，用来对付美国，让战事继续的拖下去哈。美国真的是会难以应付嘛？基文，我认为伊朗这次这个作战打得有来有往主要是鉴于过去2-3年以色列和周边的一些国家冲突所思考的一个新的应对一个模式而且证明这非常的有效。那我们再回顾一下之前以色列对包括真主党。包括对哈马斯，其实都采取一个攻击前的斩首作战这个新模式，借由精准猎杀来瘫痪你的对手这个大脑。那在去年这个6月的时候，这个12日战争，其实这个伊朗也遭受以色列这种精准外科手术式的打击，当时大家都这个还印象深刻。很多革命卫队的重要指挥官或者他核科学家，其实当场被击杀对，因此如何分散他的指挥体系，去中心化，然后扁平化，然后就是我们说的马赛克的作战模式，变成他一个维持他基本国家运作和军事反击一个重要的应对手段。因此就目前来讲，已经把全国31个省划为这个31个军区。然后各军区的指挥官负有按计划实施反击和对目标实施攻击这样的一个作业的能力，这个就让美国和以色列难以对这种31个就是军事这个点，实施一个这个一网成擒式的打击。因此你瘫痪几个点，别的点还是可以有效攻击，就是单独作战。对，然后而且这个伊朗。结合这个12日战争的经验，就是利用各种弹道飞弹、各形式飞弹和无人机，大量对以色列和周边国家美军基地实施攻击。特别是对海湾国家的美军基地实施攻击，这是和之前12日战争不一样的地方。但共同的就是以这个小规模、多频次、然后多点的方式攻击，让的对手难以有效实施这个防御
和实施反击。那这状况其实就目前来看只要弹药，特别是弹道飞弹维持一定的数量，尤其是这种高超音速、这个突防性强的飞弹，还有一定的量，可以保有你的实时打击能力，再辅以你大量廉价、那管多可消耗的这种无人机，如果持续去应对的话，它可以把时间加很长。特别我认为无人机这个部分是一个非常关键，它可以遂行伊朗本身带有人民战争特色的一个作战的模式。人民战争以前大家说小米加步枪，现在人民战争变成低廉价、可大量消耗、可大量使用无人机，变成你的人民战争一个很重要的利器。对这个部分我认为伊朗在这个部分是有优势的。毕竟之前像见证者这种无人机，大家认为有效，而且可以大量消耗。那在对以色列和周边国家的攻击和反击里面，也确实让这些国家平白耗掉大量昂贵的防空飞弹来进行拦截。这个策略我认为应对来讲，确实是他手上一个很好用的一个王牌。对无人机的话，这个根据外媒的报道2万美金左右那跟你这个防空飞弹动辄几百万的，那当然这样划得来那所以就用这样的消耗战。所以刚刚静文兄提到的是，现在关键就是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要看他们的库存。弹药的库存。那当然呢，另外有一个关注的发展就是全球现在恐怕还要小心的是这个战场它的效应会不会外溢会不会不只是在中东、在伊朗这个战地而已？那最近几天呢，美国境内也接连看到发生了多起大型的枪击事件，而部分案件呢，甚至被怀疑有可能涉及极端组织。因为最近听到了99岁的伊朗宗教领袖大阿亚图舍拉子，他就公开宣布，他呼吁全球的穆斯林对美国跟以色列发动宗教圣战。而路透社也引述了德国官员的说法，指出伊朗可能动用潜伏在欧洲的休眠细胞展开报复的行动。所以，如果是以宗教作为号召，其实是非常恐怖的。因为呢，如果有这种对于宗教极度狂热的，特别是极端的伊斯兰分子的话，在各地发动恐怖攻击，那这场战争恐怕就不只是局限在伊朗跟中东地区了。大家怎么看？对，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合理的一个担忧啦。那其实这一次欧洲在这场战争里面，大部分都没站在美国这一边就是因为它国内的这个所谓的民族比例的问题。那欧洲尤其西欧，它国内的总人口里面，很多国家它的这个回教徒的比例都已经接近10%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人口构成的部分。而且更进一步的就是说，这些国家，法国、比利时很多国家，英国，他们这些回教徒已经不是第一代移民了，他可能第2代，可能第3代。所以在上一波的美国这个反恐攻击的时候他们就发现所有这种所谓的原生恐怖主义者，那个不是只有在这个中东地区，在英国有，在法国也有。所以原生是什么？就他在英国出生的，他在法国出生的，这很难掌握了。他基本上他不是拿着中东国家的护照，他拿的是英国的护照，他拿的是法国的护照，本身就是法国或英国的公民了。对，就跟那个回教原子主义的时候，那时候出生，那时候中国大陆那个维族，对不对？那个所谓的东突运动，他们也加入了，对不对？所以就变成这个宗教的动员的时候或者打圣战的时候那你只要给他一些市政有这个例子出来的话，他发觉他们是因为宗教原因受到这个异教的迫害的话，那这种风潮就很容易被这个被点燃煽动起来，点燃。那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隐忧。我觉得欧洲国家，尤其西欧国家，在这场战争中态度很保留，就是因为这个考量。这是重要考量之一啦。那美国事实上前一阵在德州也已经发生了，也是一位回教背景的吧。那么他也进行这种无差别的攻击，对于这些无差别在这种公共场合射击啦。美国我觉得就是说，现在已经进入到美国境内的，基本上可能他们在这个社会，尤其在川普执政以后
对于这个社会的这种容忍度啊、多元化的这种价值、多元化族群这种观念的某种程度感觉到有一点开倒车的情况下，是我觉得会因为伊朗这件事情，再加上伊朗的宗教领袖这样子的一个动员的话，这个所谓的细胞休眠细胞这个苏醒，这个是很危险的，很危险的，非常危险。而且我马上可以想到，就是说，万一真的发生了类似的状况的时候，其实对于全球旅游观光，这是会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影响。那任何战争其实呢，刚刚也特别点到有一个重点哈，就是对于交战的各方呢，弹药的库存是非常关键的哈。美国弹药库存呢，当然因为这次的军事行动呢，也在快速消耗当中。可是呢，你也看到川普呢，他最近的发文啊，一个最新的发文，他说呢，他已经跟这国防相关的一些制造厂商呢，都进行了非常良好的会议呢。言下之意就是告诉大家说，美国呢，不用担心弹药短缺的问题啊，甚至如果真的不够的话怎么办呢？就调弹药到中东地区就好了。但是伊朗现在采取的策略呢，被外界形容说是一种非常残酷的战术，叫千刀万剐哈，也就是不断的发射低成本无人机。那刚才纪文兄也特别提到了啊，无人机未来是一个很大的关键。还有呢，就是持续消耗对方高价的防空飞弹，把战争变成了一场成本竞赛。现在美国弹药库存出现压力哈，这2天也波及到了南韩，因为根据韩国的外长证实呢，美方正在商谈要调动驻韩美军的系统，包括像是这个萨德要来支援中东。我先问一个问题啊，美国如果真的要调南韩的萨德的话，是南韩说不就可以了吗？还是？我认为，如果美国正式提这个要求给南韩，南韩不得不说 yes， 毕竟他们是盟友了。没错。然后最重要的，无法说不嘛。最重要的安全伙伴，就是美国了。所以，虽然这个南韩总统是比较偏左了，那我认为。他基本上的态度，即使他没有公开说，他也是反对美国这次在伊朗的行动，但是他不会那么直接，他不敢那么直接批评美国，可能性真的不大。他也要考虑到贸易方面，因为不知道，虽然他们两国有达成贸易协定了，去年就有了，但是川普已经说的很清楚，比如说西班牙最近批评美国，川普说会使用贸易方面的报复行动，来应对西班牙的批评。所以南韩总统也要考虑这一点。所以我觉得如果美国真的有提这个要求的话，那南韩不得不同意。但是如果因此而使得东亚这边的防卫弱化，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这是一个暂时性的调动而已。暂时调动，这当然是暂时了，所以够久了就会调回到南韩，而且南韩国防预算也是一年到一年都是在增加了，不管是他们国内制造或购买美国的武器，所以我觉得暂时调动这个系统。不会造成南韩的国防安全太大的问题，大家都也知道了。好，但是对美国来说，可以有这个算是补助吧，这个系统呢，当然在美国正在中东打仗的情况的话，这个是算是很大的帮助。OK， 刚刚 Russ 有特别提到说，我们有讨论到时间的问题啊，那所以接下来你觉得美国的打法会是如何啊？因为时间会是一个越拖越久的话，其实对美方是越不利的哈。那当然，伊朗希望尽量把时间往后拖。我们也刚刚讲到说，这一场战争变成了一种是在成本之间的竞赛。当然也看到了美国呢如法炮制，就是呢用无人机，也是低价的无人机呢去骚扰跟这个摧毁这个相关的防空系统哈，是让伊朗防不胜防。那换作如果现在是美国陷入这个成本的困境的话。刚才纪文兄有提到说，价值2万美元的这个无人机就拼你这个400万美元的爱国者飞弹来拦截的话，美国自己的反制之道是什么呢？你觉得？正面方面，我觉得川普说实在一点不在乎了。第一，今年的国防预算是有增加很多钱了，就是共和党国会议员配合，那所以预算上，我觉得川普根本没有这个担忧。
所以他不会考虑到Patriot 的飞弹一枚多少钱这个这么细的问题。或者每天整个美军在打仗的，已经有新闻说是每天多少钱呢？我觉得川普不会考虑这一点，尤其是在这个时候。所以我还是认为川普会看其中选举还有整个情况，比如说油价有没有受到影响啊，然后中东国家是怎么看？沙地阿拉伯、阿联酋这些，对川普来说，他认为这些国家虽然 relationship 关系是没有达到以色列那么密切，但是川普跟这些国家的关系还是算是非常非常不错。他去年刚上任就去访问，对不对？他们都有投资承诺投资美国很多钱等等，所以川普也是会听他们的意见，然后就决定什么时候要结束了。所以他会看整个情况。好，所以 Ross 觉得成本不是问题，纪文兄觉得也同意吗？我觉得成本对于美国，它还是必须要考虑，特别是不只是成本，还有库存。美国它的目前工业生产能力能否快速弥补库存？尤其是美国是世界性的军力，它不会只考虑到中东地区、东亚地区，它要不要防御和面对和中国大陆的大国竞争。因此在衡量的这个同时，它不只要考虑成本，还要考虑它的弹药这个安全库存，维持战备之所需。因此我认为这个相互牵动之下。那美国会更要求他的盟国，比如给予巨大的经济政治压力，要求盟国来分摊他一些防御。对，虽然像欧洲国家很多都说这不关我的事，这是你美国自己事。但面对波斯湾国家，特别和欧洲也很有关系这些国家的要求之下，那目前已经有部分欧洲国家说我愿意提供一些防御，但这些防御是。海湾国家各自买单，还是欧洲国家自掏腰包帮你防御？这个到目前还没有一个正式的一个这个答案。对，但总体来讲，这个资金的支出或者成本，不只是美国，欧洲国家也是这个算盘打得很精明。